让我们先看一段视频。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。中国有多少儿童丢失？中国丢失儿童现象说明了什么？我们中国老百姓对丢失儿童，除了看了相关信息虚息同情外，似乎已经习以为常，见怪不怪了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丢失儿童是中国独有的现象？有观众也许会说，外国也有，不是我们中国独有的。我们几乎听不到、看不到外国丢失儿童的新闻。如果国外有经常丢失儿童的，那早被中共拿来攻击西方国家了。哪怕是亚非拉其他国家有，中共也还拿来转移中国丢失儿童的丑闻。事实上，我们并没有听到中共转载这样的新闻。我这里说的丢失儿童，是指因拐卖儿童、偷儿童成为自己的孩子相关的丢失，并不包括意味丢失、失踪而找不到的情况。任何国家都难免这种情况的个案发生。发达国家自不必说，因为文明程度高，不会有拐卖儿童的情况。不但不会有，而且我们也听过、见过很多美国人收养中国被遗弃儿童的故事。亚非拉等贫穷国家，为什么我们也几乎听不到拐卖儿童的现象呢？而唯独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有拐卖儿童现象呢？这是因为中共从1980年开始的强制计划生育，限制了人口的出生，使得很多家庭没有男孩，甚至失独没有孩子。而一直停留在封建制度的中国老百姓，男孩是继承人，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，这是买卖儿童的最初动因。而中共出于对其计划生育导致的后果的掩盖，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买卖儿童的存在，这使得一些人进一步开拓了拐卖儿童市场，把一些儿童致残用于乞讨。这种现象在上个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很普遍。那个时候，你到北京地铁口、地铁里、繁华商业区，随处可见残疾儿童乞讨。这些儿童最后被证实是被乞讨组织致残并控制乞讨的。进入21世纪，中共政府出于市政管理的需要，才驱逐了乞讨者，使得致残并强迫儿童乞讨才逐步消失。但现在，因为子嗣继承香火的拐卖儿童的仍然在中国大量存在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寻子市场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中国丢失儿童、拐卖儿童现象从变面看是普通刑事犯罪问题，但当我们放眼世界，站在历史的角度看，我们发现中国拐卖儿童现象是中共侵犯人民人权统治的结果。让我们一起努力结束吃人的中共统治，实现中国民主法治。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自由中国论坛 https://3w.youtube.com/@freechinaforum， 感谢收看，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看到。